在这种地方走路还蛮舒服的。高反，我们俩都有点高反。瑞士旅行的第一站采尔马特，只有1天时间，能看多少风景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，欢迎来到我们瑞士旅行系列的第1集。今天是瑞士真正行程的第1天，我们今天去采尔马特。今天我们将从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出发，几乎纵穿整个国家，一路南下，抵达小镇采尔马特。为了看一眼那个我们从小在巧克力包装纸上看到的大山峰马特洪峰。我们现在在苏黎世火车站，今天要坐3个多小时的车，单程哦，然后去到采尔马特。我们现在在去往伯尔尼的火车上，我们旁边的小哥在车上吃东西也就罢了，他掏出来了一把刀，就好像那种陶瓷刀吧，然后为了切他的肠和芝士。瑞士的火车还蛮不错的，我们斜对面还有一个类似于卡座的座位，就已经有人坐了，我们就先不拍他们了。就是上车找座位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人预约了。刚才我们后面的座位就有人预约了，然后就之前坐的人就被要求起来，然后让座了。会放在这个位置，可能会有小黄条写着预约。一路上火车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变换。我喜欢那山半截的。你看这边的提示语多吗？4个语言，就认识一个，不错了，能找着一个认识的。在威斯普换乘的时候，大家下车后都快步往前赶。在威斯普这个车站，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着急的跑着走。这个换乘很短吗？其实是想抢到下一段列车上视野最好的座位，因为接下来的这一段真的没有人能把相机放下。哇，你看那个阳光从那个山上洒下来。到了采尔马特，第1件事就是直奔火车站的游客中心，领取一本火车旅行护照。我们现在到了采尔马特，在车站的 Information Center 馆工作人员要了2个这个passport， 这个是坐火车可以集戳的。采尔马特这就有一个戳，我们现在要集到我们第1个戳啦。我们的第1个小戳，哇哦！使劲盖啊，好好盖，慢。盖上了，但有点少墨。第2个，这是瑞士铁路推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打卡活动，在多个著名的车站都可以盖章，还能领取纪念品。除了实体版，也有电子版的选择。虽然电子版更方便一些，但说到底还是实体的更有收藏感吧。现在我以为那只麻雀要丢走我的相机呢，从我这儿掠过去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采尔马特，然后我们现在第1件事就是要去观景台看一下。我们身后就是采尔马特小镇，镇中心在那边。最早看到这个机位是在 Lynx 的视频里，那是蓝调时刻，远山清晰，小镇灯火点点，像极了童话。不过我们来的时间是夏至前后，这个季节的瑞士天要到晚上9点多才天黑，加上我们当天不住在采尔马特，只能在白天看看马特洪峰的模样了。现在这个小镇上有很多在建的工程，好像这些工程他们用来这些运输的车辆都是前面这种小车，
好像是电车，听起来像。我们现在正在去往采尔马特 Lookout 的路上，这一路是穿过它这个小村镇，还挺有意思的。这边的建筑都很可爱。还没有走到 Lookout， 我们就看到码头红枫了。哦，直升机在运什么？前面那个台阶直接上去。哇，虽然这儿真的很美，但这个居民的回家路也真的很累啊。又开始爬山。这个 Lookout 需要爬一段山，毕竟风景好的地方都在高处嘛。看，我们现在在观景台一半的位置，走，继续往上上。我们登上来了，一口气，哦。喘两口气先。哦。马特洪峰这边呢，有3条这个上山线是大家比较常选择的，一条是 Goner Grat，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个，还有一个呢是 Glacier Paradise 冰川天堂，还有一个呢是五湖步道。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个 Goner Grat？ 当然你也可以都去，不差时间不差钱的人可以都去。为什么我们选择了这个 Goner Grat 呢？因为这边呢它上山的时候有好几站，你可以从中途下车，然后看一看中途的风景，据说有几个湖，然后景色还是不错的。你像那个 Glacier Paradise 呢，它更高，然后你的高反可能就会更严重，然后并且它那儿可能会更近距离的接触冰川，但是就没有太多其他的景色可以去看，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 Goner Grat。五湖步道那边呢，徒步线比较长，听说是，但是呢，它会就是景色就相对来说一般一些，并且需要一个整天的时间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Goner Grat 的缆车乘车点，走，咱们进去。你点一下。哎 ，OK， 来，你 touch it。Oh, thank you. 登火车的推荐座位是靠近闸门的那一侧，也就是列车前进方向的右手边，这是正对着马特洪峰的一侧。我们现在上了去往 Goner Grat 的车，但是我们俩是最后2个上车的人了，所以我们上来的时候位置已经不多了，然后还好我们也还是坐到了想坐的这一边，听说靠闸门这一侧的景色会比较好，我们给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吧。大部分路程都可以看到雪山的景色在眼前缓缓展开，不过其实另一侧也有惊喜，是峡谷风光和层层的山谷村落，不同的美感。这条长长的小廊道不会是我们火车要走的路吧？我们现在来到了 Goner Grat 车站，3089的海拔了。我们从海拔1600坐了个小火车，直接到了海拔3000左右，能明显感觉到气温的降低。还好今天是大太阳，晒得暖暖的，还蛮舒服的。快看下边。
哇！这是冰川呀！下边那是冰川融水吗？应该是吧，有一汪特别蓝的水。看我们带的小零食已经胀袋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在3000多米海拔的地方。偶尔还会看到雪雁落在身边，这种鸟还是第一次见，感觉可以作为拍鸟新物种打卡。这时候我要提醒大家，一定要记得戴墨镜。我当时没戴，是因为戴着墨镜，运动相机的屏幕就完全黑了，看不见。但是到了高海拔，雪地反光真的太强了，我眼睛都睁不开，大家千万别学我。这有好多这种堆起来的石头啊！山顶有一个小教堂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海拔3100米的地方。3100了。我们现在在 Gornergrat 的山顶，这是一个观景平台，景色确实非常不错。现在我们360度环雪山，看这是谁？高反了。高反，我们俩都有点高反，还没有到非常严重的程度，但是有点头疼、气喘。360度被雪山包围，你敢相信吗？没有太累的爬升，基本都是缆车带我们上来的。川西是眼睛的天堂，身体的地狱。瑞士呢是眼睛的天堂，身体也在天堂。除了钱包在地狱以外，所有的都在天堂。刚才玩这个伞的人，他从我们头顶飞过去，然后就那个阴影就在我们头顶上遮天蔽日，吓一跳。就在马特洪峰的山顶，马特洪峰旁边的 Gornergrat 的山顶。这个机器它可以显示你周围的山峰以及它们的名字和它们的海拔，记得一定要看一看哦，还蛮有意思的。看这些雪山下面，这里有个瀑布，这就是纯正的冰川融水呀。山上的石头是绿色的，很光滑。哎，还带金粉。这个地方的高反不算很严重，我们在山顶坐了一下，基本上已经恢复了。可能是刚才爬上来的时候没休息一下，太猛了。在这边动作要缓慢，假设自己来到了西藏的感觉，自己上了青藏高原的感觉。山顶还有一个叫 Zoom 的展览空间。一开始我对这种在自然风景里建造的人造项目并不感兴趣，但是进去之后还意外觉得挺值得一看的。这儿有这个它现在的一个实时的景象。你爬上了马特洪峰。这里有一个滑翔伞的模拟，里面是一个3分钟的计时，带你一起飞越马特洪峰，还是非常好玩的。我本来觉得这种哪儿都能玩的东西就无所谓，但是还是真的非常值得体验一下。对于尤其像我们这种没有胆儿飞真的滑翔伞的人来说，你身后还有一个教练。参观完山顶的 Zoom 展厅，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徒步。我们选的这段路线是从 Rottenboden 走到 Rafelberg， 大概3公里，属于齿轨列车的倒数第2站到倒数第3站之间。
原本我们计划是更野一点，从山顶 Gonagrat 一路走下山，但买票的时候工作人员提醒我们，山顶到 Rottenboden 是没有官方步道的，走的话要 take your own risk， 所以我们就乖乖坐回了列车，选择从 Rottenboden 开始正式徒步。这一小段徒步的亮点不少，第一个是瑞士国旗与马特洪峰的合影。从齿轨列车上下来，然后正对着你们将看到这个阿尔卑斯花园，然后这边有一条小路，大概长这个样子，可以先过去和马特洪峰和瑞士国旗合个影，然后我们就穿过阿尔卑斯花园，一起到湖边去照个相。接下来的行程是去湖边看马特洪峰倒影，不过要拍出完美的倒影其实挺靠运气，需要天气晴朗、毫无风起两个条件缺一不可。这里是有一些植物的，还是有一些小花花的。湖里可以完全的映到马特洪峰的倒影，然后后面是马特洪峰。刚才遇到了2个好心的同胞，给我们指了一下路。因为这个小湖呀，它的左侧和右侧都有路可以过到前面的那个湖。然后有2个好心的同胞告诉我们，这边的左侧特别泥泞，所以我们现在走右侧过去。湖水里还有一些鱼，说真的，这鱼也个不是很小呢。在这种地方走路还蛮舒服的。不过我现在能说这个话，是因为我们其实刚到高的地方，海拔高的地方没有太久，如果久一点的话就会很难受了。所以尽量不要在这样的海拔的地方途太长，如果没有高原徒步的经验的话。当年我们在稻城亚丁徒了15公里，2个人都快废掉了。你看这个湖的颜色还挺多变的，它是有点那种发红的颜色，感觉可能有铁，然后中间又比较绿。途中大部分时间都能看到马特洪峰在远处相随，挺治愈的。路线全程是下坡，大约3公里，坡度不大，非常友好，边走边拍完全不会累。如果只在采尔马特待1天，这段是我非常推荐的徒步线，景色集中，路线轻松，随手拍都很有明信片感。这个标志应该是指路用的，跟着这个标志走。虽然上了点云，但是显得这个天好透啊。虽然有一层，实际是有一层薄薄的雾的，越看远处越明显这层薄雾。不知道是不是加拿大的山火灰。周围都是雪山，不过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其实还蛮暖和的，今天的气温也是挺高的，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属于是凉爽。我们徒步的终点是 Rafelberg， 从这里可以直接坐齿轨列车下山回到采尔马特。
哦，对了，买票的时候给的小册子里附了一个二维码，说可以实时查看黑脸羊的 GPS 定位。这么可爱的小东西，当然是想看看了。可惜这天运气不太好，一只羊都没看到。陷进去了。阿尔卑斯的雪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没啥不一样，凉。前面就是小火车站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就到了，就可以坐上小火车了。下山的齿轨列车班次不多，等车的时候可以在站台稍作休息，补点水，也能回顾一下刚刚看到的雪山。我们正好错过了一班去的车，所以就来博物馆看一看吧。这个博物馆3点到6点开门，我本以为怎么都不会卡到它的营业时间过来了，没想到因为差2分钟误了一趟车，所以真的还是有机会过来了。馆内展出了一些当地的动物标本、居民生活方式。山上的黑脸羊最近不在山上，在这儿看见了。采尔马特博物馆里还有一段沉重的登山史。1865年，第一批登顶马特洪峰的队伍在下山途中因登山绳断裂，4人坠崖身亡。那根断裂的绳子至今仍被保存在展厅里，看着细得像晒衣绳，却魂牵着4条人命。傍晚时分，小镇热闹了起来，街道两旁的商店人头攒动，人们吃饭、散步、拍照。说到这里要提一句，别的国家的景区通常卖些什么？美食、特色小吃，披着各种外衣的义乌小商品。而在采尔马特的主街上，景区的商店直接刷新认知，人家卖百达翡丽。我们离开采尔马特的时候，天还没有黑，行程也刚刚好收住。如果只有1天，其实像我们这样安排，已经能够看到采尔马特的精华。如果时间更充裕，也可以尝试更长的徒步线，或者在镇上住一晚，等一场完整的日落。接下来我们会前往卢塞恩，换一种风景与节奏。下一集我们会上瑞吉山，逛卢塞恩老城，去看瑞士人日常生活里的湖光山色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